是我的。蓝忘机猛地抱住魏无羡，颤抖着说道。魏无羡也回抱住他，安慰地拍了拍他的背。蓝忘机还是不肯睡，魏无羡没办法，只能半夜三更带着蓝二公子悄悄地出了净室。至于为什么是悄悄的，因为蓝氏家规禁止夜游，而且还是带着蓝家掌罚的蓝忘机，就更加不能被人发现了。云深不知处的地面还留着金尘下的一层薄薄的雪，月光洒下来煞是好看。最终的蓝忘机总是有一些从未有过的小性子，比如一定要拉着他的手，说话也要看着他的眼睛，就差把自己挂在他身上了。于是魏无羡牵着蓝忘机的手走过藏书阁，走过冷泉，也不知为何冷泉冬天也不结冰，走过戒律堂，走过所有有他们两人回忆的地方。最后他们牵着手来到了后山，好像有感应一般，两人刚到后山就被一拥而上的兔群包围。这些兔子一开始是不待见魏无羡的，可能是魏无羡之前太过作恶多端，抓的野兔太多，打的野鸟太多，所以一直不讨这些小家伙的欢心。但这4个月以来，魏无羡坚持每天都和蓝忘机来后山看望，每次都带着新鲜的菜叶和萝卜，这些兔子也渐渐欢迎起他来。一些兔子把前爪抬起，扒到两人的衣摆，喂，无羡怕弄脏蓝忘机的衣服，伸出手想驱赶围在身边的兔子。蓝忘机道：无妨，语气冷静的让魏无羡差点以为他醒了酒，当然还是醉着的。兔子们对于牵着手的2个人还是十分好奇的，不时扒一扒2个人的衣摆，或者一跃而起，但通常是跳不高的，只能勉强比抬起腿扒的能高一点。于是2人索性坐在地上，一人伸手抱几只安抚一下，但相握着的手怎么也不放开。最后魏无羡就牵着他回到了净室。蓝忘机一路都乖巧顺从，却没想到刚进净室，魏无羡就被推到了床上。睡觉。蓝忘机说道。不是吧蓝湛，刚回来就睡觉啊？魏无羡半躺在床上仰视着，无奈地说道。蓝忘机点点头。那好吧，你睡吧，我回我屋睡就行。魏无羡做事便要起身。你睡这里。魏无羡撑起手刚要起来，就被一把按回去。魏无羡被推得一愣，但心道不能跟醉鬼讲道理，便也就顺从地躺下。于是他看着蓝忘机优雅地脱掉外衫，脱掉鞋子整齐地摆在一起，然后上了床。又看着他把手伸向自己，似乎是也想解开自己的外衫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来就行。魏无羡连忙说道。蓝忘机点点头，看神情似乎有些遗憾。魏无羡迅速地脱了外衫，踢掉鞋子躺在了床上。然后蓝忘机拿着床上唯一的被子，在魏无羡目瞪口呆的眼神下盖在了2人身上。算了，还是别和醉鬼讲道理了。魏无羡想着，闭上了眼睛。一边的蓝忘机也闭上眼睛，半晌后，在魏无羡浅浅的呼吸声中抓过了他的手，放在心口，也睡着了。第2日醒来的蓝忘机看到身上八爪鱼一样扒在自己身上的魏无羡，愣了愣，但转念一想，2人身上中衣完整，想必昨晚自己也并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，心下一松，便伸手揽了揽魏无羡的腰，抱紧了。前去魏无羡房间较早的江澄看着2人从蓝忘机房中出来后目瞪口呆。魏无羡打着哈气说道：怎么了江澄，4个月不见，你想我了？你想多了，阿爹让我今天来接你回去。江澄翻了个白眼。那走吧，现在就回去吧。魏无羡边走边说。蓝忘机不来送你？江澄好奇道。刚道完别。魏无羡道。江澄不再说话了。其实蓝忘机是想要来送魏无羡的，但被魏无羡制止了。魏无羡有些怕再见到昨晚蓝忘机不舍的神情，索性不让他出来送自己。蓝忘机还是出来送魏无羡了，没被魏无羡发现。魏无羡回到莲花坞了，每天依旧是划船游水摘莲蓬打山鸡，依旧是那个带着师弟们为祸人间的大师兄，依旧是被于夫人罚跪。不同的是，每过2、3天，从魏无羡房中就会有或飞走或飞回的信鸽。而魏无羡竟也安生了近4个月没有离开莲花坞。最近莲花坞正在筹备魏无羡16岁的生辰和后1天的成亲礼。蓝忘机是提前3天来的，也是很早之前便同魏无羡商量好，
提前几天来为魏无羡庆生辰，顺便带蓝忘机在莲花坞好好玩个通透。魏无羡在码头看着蓝忘机所坐的船渐渐驶来，激动地跳起来摇着手胡乱喊了一气：“什么蓝二公子，看看我船家往这边划，蓝战我在这里，想起什么喊什么。”后来据莲花坞的小师弟说，这是这么多年第一次见大师兄兴奋成这个样子。蓝忘机一下船就被魏无羡激动地扑了个满怀，连忙抱住，防止他摔倒。围观的师弟们包括江澄都不自觉地扭开了头。魏无羡也不顾众人的目光，笑嘻嘻地拉着蓝忘机的手，大步一迈向莲花坞里走去。蓝战，我们莲花坞好玩的可多了，我带你去看看。蓝忘机颔首应答，目光怎么也离不开他。莲花坞和其他世家不同的地方在于接地气，